中国经济要完了。这句话不再只是社交媒体上的杞人忧天，而是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后摆在每个中国人眼前的血淋淋现实。这一切的起点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的一纸裁定，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重重扇在了中国出口企业的脸上。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越南这4个中国光伏企业最倚重的出口跳板国家，在 ITC 眼里通通都是掩耳盗铃的掮客。中国企业通过东南亚转口，将低价光伏产品倾销到美国市场，规避高额关税。然而这一招再也玩不转了。2025年5月21日，美国 ITC 全票通过决定，对上述4国光伏产品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税。这不只是针对4国，更是直接把刀架在了中国光伏产业的脖子上。最高税率 3500%， 你没听错，是3500个百分点的惩罚性税率。这意味着中国光伏巨头如金科能源、天合光能、金奥科技的所有东南亚工厂都将血本无归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仿佛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而这还只是开始。安联贸易集团在最新调查中抛出惊天数据，95%的中国出口商正在逃离美国市场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过去10年里撑起了制造业的半边天，现在他们全跑了，不是因为不想做，而是做不起了。从2024年开始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已飙升至 39%。 这是什么水平？是全球最高之一，是对经济体精准打击的典范。更离谱的是， 59% 的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几乎无利可图。数据显示， 80% 的出口产品利润率介于 20% 至 30% 之间， 10% 利润率低于 20%。 面对 59% 的关税，这意味着 90% 的出口产品将直接赔本。这是一场经济上的大屠杀。没有硝烟，但每一个数字都如同子弹穿透企业的心脏。2024年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约3500亿美元，看似风光。但如果关税持续，美国市场丧失，中国顺差将骤减至1000亿美元，跌幅高达 70%。 这不是警告，这是结局。你可以想象，几十万家以出口为生的企业倒闭，500万人失业，整个供应链断裂。这不是经济调结构，这是经济断气。更令人担忧的是外汇缺口。中国经济每年需要约7000亿美元外汇维持运转，而其中将近一半来源于美国出口。如今出口骤降，保守估计将形成2500亿美元的外汇缺口。外汇不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无法购买关键原材料和技术设备，意味着大量高端制造将面临停摆，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崩塌、资本外逃、金融危机。就在大家以为中美会谈会带来短暂喘息的时候，川普出手了。2025年5月20日，川普政府宣布对汽车、钢铁、铝、制药等重点产业加征 25% 至 75% 关税，其中明确将中国列为主要打击目标之一。25百分号的汽车关税重创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，30百分号的钢铁和铝关税让基础材料行业利润被抽干，高达 75% 的制药关税直接打残了中国仿制药出口产业。请注意，这些行业不仅是中国出口的大头，更是数千万就业人口的命根子。据工信部数据显示，仅钢铁和铝冶炼行业就业人口约500万人，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相关产业就业人口超过1000万，制药产业及上下游产业链涉及就业人口超300万人。这不是一场小范围贸易争端，这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精准围剿。
为了换取90天的暂缓关税，中国在日内瓦会谈中做出重大让步，承诺开放互联网、电信、金融、石油等关键领域。川普在多个场合高调宣布，中国将向美国全面开放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里程碑，实际上呢，一个字：套。互联网、电信、金融是中国经济的命脉，是北京最不能动的奶酪。即使象征性开放、合资比例控制、政策卡脖子、数据监管等软壁垒依旧牢不可破。川普懂不懂？当然懂。他要的不是你开放，而是找个理由接着打。下一步，只要中国被指没有兑现承诺，川普就可以大义凛然地宣布中国欺骗全球，美国将追加全面关税。这不是谈判，而是设局。中国现在进退维谷，开与不开都有代价。光伏产业的末日审判，3500%关税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再看光伏产业这个被核打击的重灾区。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光伏组件总出口额为约680亿美元，其中向美国市场出口约占12%。虽然比例不高，但利润率极高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在光伏全球产业链中占据超过70%的产能。如今被美国贴上倾销标签，不仅意味着美国市场的丢失，更是可能引发欧盟、日本等其他经济体群起效仿。3500%的关税代表着企业利润被瞬间吞噬，海外订单直接终止，东南亚工厂直接关门，大批失业人口涌现，产业链大震荡，整个新能源板块在 A 股暴跌，投资者人心惶惶。金科能源市值1周内蒸发500亿元，天合光能直接跌停，行业信心崩溃。2025年，中国不止在对外出口战场节节败退，在国内更是风声鹤唳，四面楚歌。房地产崩盘，人民币贬值，银行暴雷，农业系统被打残，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崩塌，正吞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。房地产垮了，最受伤的是银行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5年上半年已有7家区域性银行宣布暂停兑付理财或限制取款。辽宁、内蒙古、河南、江苏这些曾被认为稳定的省份正在一一失守。你以为你的存款躺在银行里很安全，现在他们正躺在一堆烂尾楼项目里。2025年4月，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首次突破 3.7%， 创历史新高。更恐怖的是，房贷违约率高达 14.3%， 民营企业贷款违约率超 22%， 地方城投平台逾期金额累计突破 8.1万亿元。如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，早已引爆全面银行危机。但在中国，只是悄无声息地限制提现、封存账户、延期兑付。所有经济危机中，最可怕的是系统性失控。外部压力，美国封锁高端制造与出口链条，3500%关税是开端，未来还将有汽车、钢铁、AI、金融接力。内部崩溃，房地产崩盘，消费疲软，银行危机，人民币贬值，农业失衡。官员迷茫，北京只会重复3个词：稳定、优化、转型。可怎么转？转向哪里？谁也说不清。唯一清晰的是，企业倒闭潮在逼近，失业人口在爆炸，金融系统在塌陷，中产财富在蒸发，中国经济正在无声的慢性死亡。别再说还有希望，现在是最坏的时候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警告，中国经济正在以20年来最脆弱的姿态面对全球市场的风暴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真相。你看到的 GDP 增长是财政支出在硬撑，你看到的就业改善是外卖员和快递员人数在激增，你看到的房价止跌
是政府回购和限跌令。可这都只是把问题往后拖。没有实体制造的反弹，没有外贸的出口，没有内需的消费，没有城市中产的购买力，中国经济如何复苏？这不是阵痛，这是癌变，这是真正的完了。